Salam sejahtera， 念念的厨房日常。拥有1/4广东人血统的我，对杏仁茶并不陌生。小时候总觉得它有一股臭臭的味道，直到最近几年出现了杏仁奶。一开始我总是困惑，为何杏仁奶和杏仁茶的味道差距如此之大？你是否跟我一样也傻傻分不清呢？今天我将为大家准备了杏仁茶和杏仁奶。在开始料理之前，我们一起来认识杏仁。制作杏仁茶的杏仁，英文我们称为 apricot kernel， 取自杏果树的种子。而杏仁可分成南杏、北杏两种。我手上握着的是北杏，也称为苦杏仁。苦杏仁小而厚，颜色偏黄，特色是香气浓，味道偏苦。中间这一款则称为南杏，也被称为甜杏仁。甜杏仁大而扁，颜色较浅，它的特色是香气淡，味道也比较甜。这两者特性完全不同的杏仁经常被混用来制作甜点，最经典的有杏仁豆腐和杏仁茶。天然的杏仁有一股淡淡的特殊气味，并不会浓烈到刺鼻。这种味道来自于苦杏仁干。那要提醒各位哦，北杏和南杏都不能生吃，一定要经过处理烹调才能食用。那这是制作杏仁奶的坚果杏仁 almond， 那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是扁桃。听说扁桃在70年代由美国引进东方的时候，因为它的外形与中国杏仁相似，所以一直被误称为杏仁到现在。以扁桃制成的杏仁奶拥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因此它是乳糖不耐症者和素食主义者好的饮品选择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制作杏仁茶哦。我们今天需要的材料有南杏150克，北杏50克。那因为北杏比较苦，所以我们会使用比较多的南杏来做搭配。白米20克，你也可以使用糯米或糙米哦。糖30克，如果煮完杏仁茶后觉得不够甜，可以再增加糖的比例哦。我们今天要煮1公升的杏仁茶，首先将南北杏与米一起洗干净，加入200克的水，放入冰箱浸泡隔夜。吸饱水分的杏仁能挤出更多的杏汁，也能萃取出更多的香气哦。接下来我们将南北杏与米一起用电锅蒸20分钟，将蒸好的南北杏与米放入调理机，再加入其余800克的水，一起搅打至少2分钟。如果你觉得家里的果汁机或调理机马力不够，你可以再增加搅打的秒数。使用豆浆布将杏仁渣滤掉。别看我在影片里好像挤得很优雅，其实现实中我超崩溃的。我相信你可能也跟我一样吧，我也只能给你打气，加油哦，只差一点点了。终于过滤完了，你看连我的围裙都被喷到杏仁汁了。用中小火煮到杏仁茶大滚，大滚后转小火煮10到20分钟。那你可以依据自己喜好的浓稠度去决定想要煮多久。最后再加入糖，搅拌均匀就可以熄火咯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准备杏仁奶。那杏仁奶跟杏仁茶的前置作业大致上相同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扁桃200克，这些都是洗干净然后再浸泡隔夜的扁桃。枫糖10克，或是去籽椰枣4颗。水1000克。如果你想使用椰枣，要提前用水泡开哦。首先我们先将所有的材料放入调理器一起搅打。这里的扁桃我们就无需再特别煮过，因为制作杏仁奶我们不需要追求太浓郁的气味。同样至少搅打2分钟，或是依据各自的机器马力去判断搅打的时间。接下来又到了令我最崩溃的时刻，将扁桃渣滤干净。最后我们以中小火煮杏仁奶5分钟。迫不及待的想要用杏仁奶来打奶泡制作拿铁。实验成功啦！你看，这是一份绵密的杏仁奶拿铁。好，又到了我们的试吃时间。
那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一份杏仁茶食谱之前，我自己试做了很多版本。那经过多次实验后，我自己改良了一个版本，我会将杏仁事先煮过，再和水打成浆，滤掉后再煮成杏仁茶。先煮杏仁更能萃取出杏仁的香气，除此之外还能避免掉杏仁它特有的涩味。那煮出来的杏仁茶，不管是口感或者是风味，都会更圆滑。那停留在我们舌尖处的味道会更持久一些。杏仁茶其实是宫廷料理流入民间的。那我今天先介绍的就是来自香港的人食用杏仁茶的方式。他们这一道杏仁茶叫做滑蛋白杏仁茶。杏仁茶煮了后，再敲一颗蛋白进去。以小火继续煮杏仁茶，煮到所有的蛋白融入杏仁茶后就熄火了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滑蛋白，会比较绵密一些。那味道其实不会太重。这一个呢，就是台湾最经典的杏仁茶食用方式，也就是一碗杏仁茶再配上油条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杏仁茶加了蛋黄，那这是台湾嘉义的食用方式，它就是给你一个钢杯，打了一颗蛋黄，然后再加上热滚滚的杏仁茶，去搅拌均匀，再加上油条，这样子浸泡来吃。那这个也还蛮特别的方法之一。那最后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碗杏仁茶，然后再配上一个碰饼，然后放进去这样吃。那影片的最后，我又想要再次提醒大家，下次不要再弄错杏仁哦。那这个是杏仁茶，这个是杏仁奶，然后我们杏仁茶是南杏北杏去制成的。那杏仁奶的部分是用扁桃去制成的，它们的产地都不同。那下一次不要再搞错咯。这个奶泡其实已经打很久了，它还是可以持续那么久，真的是蛮厉害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咯。这里是念念的厨房日常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欢迎你来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要找文字上的食谱，也欢迎你来到我的网站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